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 Big Joe。大家知道我呢是在中国学过 CS， 然后呢又做 marketing， 然后到美国来念 MBA 之后，才到美国硅谷的谷歌总部成为一名产品经理。那个时候我已经30多岁了。但如果我告诉你有这样一位天才少女，她怎么样？她19岁就从常青藤大学毕业，然后就加入了微软的美国总部，成为一名产品经理，然后现在23岁就已经成为了一家300人公司的产品总监，你会怎么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翻出我原来那个视频看一看，叫做如何停止与他人比较。好，今天呢，我们就有幸来请到这位天才少女来进行这样一个访问。那么有请刘雨佳。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的粉丝们，你们好。这次刘雨佳正好呢，是因为参加一个会议的原因，对吧？对对，来美国出差，CES， 所以我就把她抓过来做这样的一个访问。那雨佳，可不可以今天就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呢？比如说你是哪人呢？我家是山东淄博人，然后我是读高一的时候，15岁的时候，然后在突然间萌发了一个想要出国读书的念头，然后呢就稀里糊涂的，当时就是直接申请了美国的大学，然后呢从此就开始了一个比别人都加速成长的一条道路。首先是为什么那个15岁就可以申请大学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其实申请美国的学校其实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就是说你一定要有国内的这个高中毕业的文凭。我当时也是一个比较阴差阳错的机会才知道，原来就是说只要我的英语水平够了，只要我可以就是证明我自己能达到这个要求了，其实我就可以上美国的大学。就是我当时是因为我读完高一的时候，我爸有一天突然间跟我说，你要不要考虑去美国读书呀？因为我本来当时是按部就班的在国内，我山东嘛，然后当时就准备高考刷题竞赛，什么物理竞赛什么准备要加分的什么的，就从来没有想过出国读书这件事情。结果突然间我爸突然间跟我说了这个 option 之后，我就觉得这还蛮好的，因为我当时觉得就非常 get bored 的，就是每天都准备这些刷题题海战术，所以我觉得当时就特别希望能够就是追寻一种就是更加 challenging 和不一样的一种生活。那么我当时有几个 option，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可能会按部就班的会，比如说举个例子，报个新东方，然后呢开始准备 SAT，准备托福了。然后呢，当时我们国内这个高中，我们淄博的一个高中就是也有这个所谓的国际班，国际班就是说专门帮你准备备考嘛，然后对出国的。然后呢，我当时在那个国际班里面待了1个学期。待1个学期，我觉得这种状态不是很对，就因为我觉得这种每天都是在备战考试，就是为了考试而学习的这种状态，让我觉得我有点在荒度我这个10几岁的这种绝佳的大脑还很旺盛的这种年纪的这个时期。所以我当时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然后我慢慢了解到，就是说美国有这样一类学校，它叫 community college，然后就是翻译过来的话，中国很多人叫它社区学校，社区大学。对，社区大学，社区大学其实就是 designed for很多的 purpose，比如说社区大学有很多高中生在那边修大学的学分，就是他们比如说 Washington State 就有这样一个 program 叫 Running Start，然后 Running Start 就专门针对高中生来去进行的一个在社区学校上课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然后我了解到这个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 program 很有意思，我要申请这个 program。然后当时我就准备了一下托福成绩，然后呢入学考了一个 placement test， 然后考过了，我就直接就是去的 Seattle 的一个 community college，然后开始了就是大学的这个学习。然后当时就修了很多大一的一些学分。然后呢1年之后呢，我就申请 transfer 到了 Cornell。然后呢到了 Cornell 之后呢，我在社区学校修的学分其实都能够被 transfer 过去，所以我就直接是 as a sophomore， 就是从大2开始在 Cornell 开始修的学分。明白了。对。这个很有意思。所以你去申请社区大学的时候需要考 SAT 吗？不需要。那你后来申请康奈尔的时候需要考 SAT 吗？也不需要。就是这2步其实都不用考 SAT， 都不用考，就是一个是考一个 placement test， 对，一个是就是 transfer 的这样一个 application， 就是只需要考 TOEFL score 就好了。对。这是个神操作啊！这真的是我第一次知道，所以我觉得非常好啊。这个可以省2年的时间，对吧？所以你进大学的时候大概是15岁。15、16岁，然后你大学毕业，从康奈尔毕业的时候就是19岁。对。哇，那个时候你是不是里面的最年轻的一个呢？差不多，我从小都是班上最年轻的吧。但是因为周围的人都是这个年龄段的，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我比他们小。对。
好，那你可以说说看你当时在大学里做了什么，然后你为什么选择产品经理这样的一个职业呢 ？OK，我当时刚上大学的时候，面临的第一个人生选择的难题就是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学什么专业。因为我爸是工程师，然后呢，我从小是学理科，但坦白讲，我对于当工程师没有任何兴趣。我小时候，你如果问我想当什么，我说我想当明星。就是就完全跟这种就是不着边的一些。那你去康奈尔学的什么专业呢？我学在康奈尔，后来选的 Computer Science。我一开始其实被 place 到了 Engineering School，因为我爸是学 Engineering 的，他说你就去读工程吧。然后呢，在 Engineering School 我当时换过3次专业，一开始是 Mechanical Engineer，然后呢，后来是因为我做了一个 lab 课，我举不动，他当时有个器械。Mechanical Engineer 是应该是汽车工程吗？还是机械工程？机械工程，翻译过来叫机械工程，对。然后呢，后来我就发现我在这个 lab 课上实在是太难了，对我来讲。所以机械工程这个专业除了需要智力，还需要体力。对，还需要体力。对。然后我动手能力、hands-on 能力特别差。我就是其实在用排除法，因为我上过 lab 课之后，我就觉得我 hands-on 能力不行。那么我比较适合 theoretical， 就是理论逻辑性的东西。后来我又学了electronic engineering，然后呢，我觉得那这个东西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体力活。结果后来就发现呢，我对这个东西也觉得很 boring， 很枯燥。然后呢，就是后来呢，我就选择了 Computer Science， 就是因为我突然阴差阳错上了一门编程课。我突然就觉得，这个东西好有意思，就觉得智力上很有挑战性，而且你很快的你就能看到我打几行字，然后呢，就突然发现有一个 program 就可以 run 了。然后你觉得这种东西带来成就感，可以有一种快速满足感，所以我就决定学 Computer Science 这个专业，因为就是 purely 觉得就是说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挑战感，能够带来一些满足感。然后所以就是在康奈尔的时候，我就就是一直就是很辛苦的在上它，我觉得就是应该是为数不多的比较难的这样一个专业吧。然后后来就是为什么能成为产品经理呢？是因为我觉得我是因为在大3的时候，当时就是很多人都是要去apply for internship 嘛。internship 实习。对，实习。然后呢，我的第一份实习呢，其实是选择做 finance， 我在 Goldman Sachs。对，是投行。然后呢，当时为什么会选 finance 呢？因为但你当时是计算机专业学生。对，我当时计算机专业学生。你作为计算机学生跑去投资银行做实习哈，别人还愿意要你，这个很神奇。他们无所谓专业可能。因为我本身我在的那个 team 它就是 technology，然后所以说他比较希望就是对 finance 感兴趣的有 tech background 的学生。对。针对那个就 TMT 的投行部门是吧？是的。比如给 Facebook 上市的啊，Google 上市的这些公司，就开发很多 IT 和一些 software solution 的。对，然后当时就是 finance 这个实习之后，让我不小心发现原来我这么喜欢跟人打交道。对，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一心只读圣贤书，没有做什么学生活动啊什么的。很少参与吧，因为我当时就是比较就是因为本身课程压力很大，而且康奈尔就是很冷很偏，所以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每天都想的是上课，这个 project 该怎么做，然后呢就没有很多的心思去参与这些社团活动，什么姐妹会什么的也没有去。唯一参加的是工程学院，就是有一个政治性的，就是 Society of Women Engineer，就专门给 female engineer 来去办一些活动的，就全部都是女性的那个理工科专业的同学。对，女性联盟组织，然后在那个组织我经常办一些活动，也是就是为了能够就是有更好的一些就是 job opportunity 吧，对吧？基本上在康奈尔就等于学神。我可能在很多人眼里我就是一个学霸类型的，就是每天就是只是在课上见到我。对。传说中的人，你说那人听说过，你见过他们没见过？对，就是好，继续。对，然后呢，就是在 Goldman 实习过后，我就突然间发现原来自己很外向。因为我发现我很喜欢跟人说话，我特别擅长就是在跟人聊天中获取一些知识。对，我跟你现在录节目录了几分钟了，我现在这点深信不疑。真能说，好，继续。对，我可以一直说。继续。好。对，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发现了，原来自己还是就是特别喜欢跟人打交道的这样子一个天性，并且我很喜欢说，确实很喜欢说。我记得当时，作为一个 intern，就是说我的 mentor 就跟我说，你在 Goldman 的话，你最需要做的事情是 grab a coffee。
就是你就一定要多花时间出去，对，跟人聊，你了解整个 Goldman 都有哪些组，你了解大家就是不同的角色，他们都在做什么事情，这是你这个 intern 最大的一个 take away。然后我当时就很乖，我听他的话，每天都约几个人，并且当时我作为一个 intern 的话，其实我觉得 Goldman culture 很 friendly，就是说大家看我是个 intern，不管他是什么级别的人，都愿意跟我去聊一下。然后呢，然后就聊着聊着，跟人聊天过程中呢，第一，我 figure out 这不是我将来想做的。投行怎么你了？这个为什么不选择投行？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很年轻、很天真，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像救世主一样，就是去解决人类的难题，就是去真正的去做一件东西。那就说白了，就是说觉得投行 impact 不如那个科技那么直接。看不见摸不着，我觉得真的就是看不见摸不着。你比如说，我每次跟人聊你做什么，我觉得我都要花很长时间才 understand 他究竟做了什么。对，所以就是每天大家都很 stressful， 而且我不是很喜欢这种特别 stressful 这种感觉，压力太大。我当时就比较想 enjoy life， 对，就去一个有 life 的地方。然后呢，正好就是我之前在西雅图生活过，我特别喜欢西雅图的这种生活的感觉，很 peaceful， 而且大家就是西雅图人民，大家都很有礼貌，西雅图很美。然后呢，所以就为什么我毕业的时候选择去了 Microsoft。因为微软是西雅图的。对，当时微软是到你们学校来校招吗？对，是校招的。而且其实我当时在 Seattle 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参观了微软的campus，当时就是有点被 impressed 到了，就从小就是我还没去过，什么样？好在哪？好，跟 Google 差不多吧。好就好在气候可能没有加州这么的晒，就是比较湿润一点。对，所以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微软就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印象，所以当时就已经变成了我的一个 dream company。然后所以就是我大四毕业了之后，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 get Microsoft offer， 我就义无反顾的去了。那先说一下那个 offer 怎么拿到的？那个的话，其实我大三实习完了之后，拿到了一些 return offer，拿到 return offer 之后，我当时就 figure out 我不想做 finance，那么我当时就申请了很多西海岸的公司，什么 Google 呀，什么 Facebook 呀，然后什么的 Microsoft 呀，然后呢，就是当时是申请的 position，我当时其实有考虑过 product manager，因为我当时就是觉得有两种选择，要么去做 consultant，要么去做 product manager，因为我觉得这两种工作都是需要和人打交道的，并且很需要一种 logical thinking， 就是每天你会要想很多事情，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喜欢的。那后来为什么选择去做 product manager 呢？是因为第一，我觉得我是希望像 Steve Jobs 这样，就是说能够 build 一款就是被所有人都能够认可的产品，我觉得这是我对我的一种个人价值的一种实现。然后呢，第二，我觉得我不想浪费我辛辛苦苦学了这么久的 computer science，好不容易拿了一个文凭，我觉得我怎么着也得先做一些相关的工作吧。然后呢，我就当时就决定的是说，我就去个 tech company， 就是去 Microsoft。当年，小英给我答案差不多。小英当时也有麦肯锡、BCG 的 offer， 然后把他们俩都 diss 了。就去 Facebook 好像说，因为为了做产品能够有直接的。对，我觉得其实类似的。对，然后呢，只不过当时我做了一个决定，是说我并没有就是 immediately 就 apply for product manager，因为我当时是想就是还是曲线救国，也不是说曲线救国吧，我在想怎么去 build 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as a product manager。我觉得第一，我有一个辛辛苦苦拿了个 CS degree，我至少先做1年 software engineer，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有一个真正的 apply 到了实际生活中的一个交代。好像挺有用的，就是对，是有实际开发经验。对，有实际开发经验，也不枉我修了一个 CS degree。同时，我觉得这也会是我作为一个 product manager 比较有竞争力的一点，是因为我知道一个 developer 他每天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我知道这整个的开发流程。那么将来我给他提需求，其实我就是更能够就是说提好需求。PMTL 就一个人做了吧。就是在遇到 engineer 说这个事情不可实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 clearly know why， 直接 push back， 我说可以做就可以做，我相信相当能做。就是或者是我帮你做吧。好，继续。对，所以说我当时就决定我要先做那个 software engineer。是这个我稍微插一句啊，因为我前段时间跟一个Google 的 PM 也聊过，就是他很有意思，他是这样，有的是他每次给自己组定 OKR 的时候，都要给自己定一个写程序的 OKR。就是说，就是他为了建立自己在这个工程师团队里面这种威信，所以比如这个就有100个 OKR， 别人做99个，他会做一个，我会拿一个我自己做，所以这个挺牛的。就会让工程师觉得你跟他是一伙的，非常幸福。好，继续。对。然后呢，我当时去微软之后就做了1年的 software engineer，然后1年之后呢，我觉得我也差不多了，我基本上该了解都了解了，
我就希望就是能够尽快的就是 transfer 到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1年之后我就变成了 product manager，然后呢就是说在不到1年的时候就成功的就是回国了。所以你在微软待了多久呢？我在微软一共待了2年。当时做什么产品？我刚加入微软的时候是在 Bing Team，然后在 Bing Team 当时做的是跟 search 相关的，就是 type of query， 然后 how to precisely locate your intent， 然后给你这个 back result。我当时做了很多的一些工程上的一些工作。Query understanding， query understanding， 对，用搜索词的理解，对。但其实更多的是说，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 why I don't like 就是 big corporate，就是因为看似好像你做的事情很酷，但其实分配到我自己每个人的 job 来讲的话，就是在做很小的一个很 small piece。而且你大学刚毕业，可能也没有给你一个特别大的事情给你做。对，所以就觉得坦白讲，我当时觉得我做的事情一点都不 intellectually challenging， 没意思。就是我就觉得你去蓝翔技校搜一个那个什么，你就能做了吧，反正那些事情。但我觉得唯一有用的是说，我觉得在 Microsoft 我周围的 peer，是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来讲很宝贵的一笔财富吧。就我觉得周围确实厉害的人很多，优秀人才很多。对，并且公司的一些制度和管理，我觉得也是现在让我觉得我作为在做 startup 的时候，我觉得我也 leverage 很多我过去在 Microsoft 的工作的一些方法和流程，which 我觉得是 very helpful 的。对，然后后来你怎么就回国了呢？后来就是我后来在微软经过了几次 reorg 嘛，然后后来又做了 Cortana 语音产品，然后呢接触了一些跟 AI 相关的一些人工智能相关的东西，后来又变到了 Windows Team，Windows Team 在做多端生态的一些产品和融合，然后当时反正经历了几次 Team 之后，就觉得在大公司一直 scope 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就一般才2年啊，对吧？就很多人觉得2年的还早着呢，对吧？大学毕业，但你觉得这个 scope 长得太慢了？因为其实我每次换，其实都会发现我同组的人，你就会每次换你就越来越印证了这个道理，就觉得我觉得我在 Microsoft 一眼望到头了，因为你就会发现周围人他的 career 就是非常按部就班，不管你自己个人的能力究竟有多强，你也很难真正就是很快，就像我之前人为的给自己加了一个速，19岁大学毕业，就我当时还是处于一种加速度还是不想被停滞的状态，所以我就希望自己能够再继续往前冲。所以后来就回国是什么契机呢？回国就是在微软待得太无聊了，正好我大家同学在真格，然后真格呢他办了一个活动叫真一站，其实就是在吸引海归回国看一下。就是 whether 本次活动并不是由真格基金赞助的。对，好，没有在打广告。对。然后当时就是他带我们去参观了很多他投的一些公司，遍布了各个赛道，比如说文娱类、消费类，然后呢汽车电子、AI 类。当时有一家公司叫 Momenta，然后呢 Momenta， 我当时参观 Momenta 的时候，先是被 Momenta 的合伙人，一位叫任少卿的合伙人的颜值所吸引，就是长得此处应有照片，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小哥哥就是整个人气质什么谈吐都非常的不一样，就是让我觉得哇，国内创业者好厉害。就是你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思考的这个 scope， 他们的格局和眼界，比我在 Microsoft 遇到的这些很高层的 manager， 我觉得还要大，而且就会让我感觉一种年轻朝气蓬勃的感觉，就是他们都是85后到90后之间的嘛，我觉得就是回国的这些就是创业的这些人，其实大家真的就是小年纪就能够有如此的格局。你那时候也小，你那21对吧？应该对，我那时候21岁，于是就还觉得这边比较有意思，美国那边就太无聊。对的，所以我当时就是想法也很简单，我觉得我就想跟着一帮我个人觉得我很崇拜、很厉害的人，很酷的人，我要跟着他们一起干，做很酷的事。对，做很酷的事情。然后正好当时autonomous driving 就是无人驾驶，正好当时刚刚开始火，然后是一个很 hot 的一个 topic。你又懂 AI， 我又懂 AI，然后呢，我又觉得特别，当时就是还在幻想自己作为无人驾驶的第一波产品经理，可以作为无人驾驶之母，然后呢，能够就是做一些颠覆人类生活，就是变革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非常符合我过去的一个理想吧。然后当时就觉得，既然有这样一个好的机会，并且我又是他们当时早期的产品经理之一，然后我觉得那就是 why not？ 为什么还要继续？多大公司？那会儿Momenta才100人。那你是蛮早期的。我很早期了，我在Momenta待了2年。对，真的是从他
100人，就是现在发展到600多人。对，也是经历了国内的一个整个无人驾驶从高潮一直到现在慢慢的，就是大家这个热气慢慢开始消减了。对，然后大家就开始慢慢的就是越来越意识到，就是做每一件事情或者每一家公司其实都是需要核心面临的难题，就是商业化。对，现在大家都是处于开始要好好的低调的商业化的一个阶段了。好，这个问题我们在下期节目再具体详细讨论。那后来你是怎么就到现在这家公司的呢？那其实我在某门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回归到我在某门台认识的这帮人。其实我现在这家公司的 founder 之一就是我在某门台的前同事。叫什么名字？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叫仙豆智能，叫仙女的仙，豆子的豆。就是如果看过《七龙珠》的人，应该会对这个名字比较有感触。对，我们的英文名叫 BingTech。对。所以也是做自动驾驶汽车？不是做自动驾驶的，但是还是汽车 AI。我个人来讲，我对它的理解是一个更加商业化和产品化的无人驾驶的一个方向。因为无人驾驶我觉得可能未来的5年之后，可能会真正的这个技术慢慢的越来越成熟，慢慢的被普及到人们的生活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人和车之间的关系怎么能够在每一年都有更好的提升，就是慢慢的去 towards 将来真正的无人驾驶的那一天，我觉得是需要一点一点做出很多的变革的。这个变革不仅存在于就是汽车本身，还存在于整车厂。整车厂现在这个特斯拉现在这个股票飞速的涨，所有整车厂都有很大的一个压力感，大家都想要做所谓的现在就是打得很火的一个词儿叫产业互联网。就是大家都希望能够真正的去做产业互联网，能够做一个数字化转型。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你不做你就要被淘汰。好，这个业务的问题我们下期节目再讨论。再继续回到你的经历，那你后来就来了这个公司以后呢，比如说你现在是产品总监，你现在管理的这个 scope 有多大呢？如果从人的 scope 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这边的这整个的 AI 的团队的话，研发，加上产品一共大概是几十人，并且未来几个月会发展到100人以上的规模吧。但是从 scope 来讲的话，我觉得还真的是蛮大的，因为我其实作为 AI， 它其实是一个较为中台的一个能力，然后它其实涉及了我有不同的一些细分的一些垂直领域的一些应用，比如说我们的 AI 有比如说人在车上，我怎么能够用更好的 AI 能力去赋能车上的更多的应用，比如说智能语音助手，比如说智能车载导航，比如说人脸的一些识别，凡是跟 AI 相关的，凡是 AI 相关的，对。就是 everything about AI， 不仅是人在车，就是人不在车，包括出行这些未来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事情，它其实都属于 AI 这个赛道上的，然后 AI 这个方向上的。所以说，每天其实我都是在不同的几个垂直领域上面去切换。然后每一个领域现在 stage 也不一样，比如说有的是属于非常早期，还处于 BP 阶段，还处于就是跟行业的一些相关的上下游大家去共创行业共创的阶段，有些呢可能是属于已经开始在紧锣密鼓的开发阶段，我需要每天去 check on status，check on 就是 whether 就是它是不是跟我们定的目标是 align 的，对，所以就是说每天其实都是在高密度的各种的思考，就是这些不同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其实还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的，对。好，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与佳跟我分享了他从中国读高中，然后到美国念大学，然后去微软，他为什么从微软跳出来，然后成为了一个这个创业公司产品经理呢？现在成为一家这个300人公司的产品总监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短啊，就他大学毕业才不过4年而已，所以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速的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今天节目呢，希望对大家有一定的启发。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请给我们点个赞，并且呢，在 YouTube 上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那如果在哔哩哔哩的话呢，请给我们怎么样点赞、投币，甚至是3连。那我们下次节目呢，雨佳会继续跟我们分享关于职业发展、关于无人车这个行业的具体的情况以及他的一些感悟。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